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？他坐在你旁边，几乎不怎么说话，但每次他一开口，你就觉得整个房间都安静了。他穿的衣服没什么 logo， 走在大街上，你可能都不会多看一眼。但当他走进某个场合的时候，你就是能感觉到一种说不清楚的气场。你好奇问他一个月赚多少钱，他只是笑了笑，然后把话题轻轻带过。你问他认不认识哪个厉害的人物，他说还好还好，接着反过来问你最近怎么样。你当时可能觉得这个人有点神秘，甚至有点奇怪，但几年以后，你突然发现，他做到了很多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而那些当年在你面前拼命炫耀的人，好像还停在原地，有些人甚至混得更差了。你仔细想想，这真的只是巧合吗？其实不是，这背后藏着非常扎实的心理学依据。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个看起来特别简单，但几乎所有人都误解了的话题。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炫耀哪4件事。不过在正式讲这4点之前，我想先跟你说一句心里话。这篇文章不是要教你怎么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那种你听过100遍的鸡汤，咱们今天不熬。我们要挖的是那些真正处在顶端的人，他们为什么偏偏在这4件事上选择了沉默？而且你会发现，他们的沉默不是谦虚，不是装模作样，更不是故意憋着不说，那是一种深刻理解人性之后做出来的本能选择。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听到最后，你对聪明这2个字的理解可能会彻底改变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如果你曾经觉得自己不太会表现自己，或者你身边也有那种不声不响却很厉害的人，能不能先帮这个视频点个赞？这样系统就知道你喜欢这类内容，以后你会看到更多类似的深度分析。然后如果你还没订阅这个频道，记得点一下订阅，因为像这样超过7000字的深度拆解，我会持续做下去，而你不希望错过下一次的认知升级。好了，我们正式开始。我们先从第一件事说起，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财富。我知道你可能要翻白眼了，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嘛，低调一点谁不懂，但我说的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意思。我们通常觉得炫富是缺乏安全感的人才会做的事，是那种突然有钱了的暴发户才会干的事。但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，这件事的真相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，也温柔得多。哈佛大学有一项关于社会比较的长期研究，研究者发现，人类大脑天生有一种叫做社会比较偏差的神经机制。说人话就是，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把你自己的状态跟周围的人做对比，而这种对比会直接影响你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你展示出自己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时，你的大脑会给你一点奖励，让你产生一种短暂的愉悦感，那种感觉非常真实，非常强烈，而且非常容易上瘾。所以你回头看那些喜欢炫富的人，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是被自己的神经系统牵着走了。他们在寻求一种非常基本、非常人性的东西，那就是被看见、被认可、被羡慕。你如果这么去理解，你甚至会觉得他们有点让人心疼。但问题来了，既然炫富能带来快感，那为什么真正聪明的人不去做呢？因为他们明白一个代价，这种快感是有毒的，它会悄悄损耗掉你最重要的东西。心理学家罗伯特·切尔迪尼在他的经典研究里提出过一个概念，叫做社会资本的损耗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你公开展示你的财富的时候，你同时会触发2种截然相反的社会反应。有一小部分人会羡慕你，但更大一部分人会在潜意识里把你归入威胁的类别，而不是盟友的类别。人类是群居动物，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潜在威胁极度敏感。当一个人在你面前不断强调他拥有多少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一个评估，这个人是在分享，还是在压我一头？一旦这个评估偏向负面，你们之间的信任就开始瓦解。而信任这种东西，一旦碎了，是很难修复的。真正聪明的人明白一件事，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资源不是钱，而是人，是人心。而人心是无法用炫耀换来的。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。我认识一个做投资的朋友，他在圈子里很有名，但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他，你绝对不会觉得他有钱。他穿的衣服是那种没有 logo 的基本款，开的车是一辆开了快10年的日系车，住的小区也很普通。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，旁边桌有人在吹自己刚买了什么限量版手表，声音大的整个餐厅都听得见。我那个朋友全程安静吃饭，偶尔笑笑，一句话都没接。后来我忍不住问他，你不觉得那个人有点吵吗？他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。他说他那么大声，是因为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有。我不说话，是因为我不怕别人不知道我没有。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到那种骨子里的自信？这就是我想说的，真正富足的人，他们的安全感来自内部，
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眼光。当你还需要靠别人的羡慕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的时候，说明你内心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还没有真正接纳。而当你真正接纳了，你根本不需要别人知道。社会学家托马斯·斯坦利在研究美国百万富翁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真正的富人往往住在普通社区，开中等价位的车，穿没有 logo 的衣服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银行账户完全不匹配。而那些疯狂展示奢侈品、开豪车、住豪宅的人，反而往往是那些刚刚积累了一点财富，就迫不及待想要证明自己的人。这个现象背后藏着一条很深的心理规律：炫耀的本质其实是恐惧。你害怕自己不够好，所以你拼命向外找证据。而那些真正站在高处的人，他们已经不需要证据了。所以如果你是那种不喜欢展示财富的人，请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够会生活，或者不够懂享受。你的沉默不是不会，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成熟。好，这是第一件事。但你可能会想，那炫耀人脉呢？很多人觉得认识谁谁谁是一件很值得说的事，但我要告诉你，真正聪明的人在这一点上的沉默背后，藏着更让人意想不到的真相。我们接着往下聊。第二件事，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炫耀自己的人脉。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，或者你曾经也这样过。饭桌上聊着聊着，他突然来一句：我认识那个谁谁谁，上次跟哪个大佬一起吃饭，我的圈子里都是顶尖的人。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有点累，甚至有点说不清楚的反感？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你就是不太想跟这个人继续聊下去了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·格兰诺维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，叫做弱关系的力量。他在研究里发现，在职业发展、信息获取、资源整合这些领域，真正产生巨大价值的，往往不是你和好朋友之间的那种强关系，而是你和点头之交之间的那种浅层连接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你的强关系圈子里的人，跟你拥有高度重叠的信息、资源和机会。你认识的人，他们也认识；你知道的事，他们也知道。但那些弱关系圈子里的人，能带给你完全新鲜的，你从未接触过的东西。这个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延伸含义：当你急于向别人展示你的人脉时，你实际上是在做一件非常低效率的事。你在用我认识谁来交换别人对你的尊重，但这种尊重是非常脆弱的，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你本人的价值之上，而是建立在你和某个人的连接之上。一旦那个连接断裂，或者被证明是虚假的，你的社会形象会瞬间崩塌。我给你讲一个历史上很有趣的例子。上世纪20年代，美国有一个叫南方俱乐部的社交圈子，里面全是达官显贵，大家见面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互相炫耀自己认识哪个参议员、哪个大法官。但真正改变历史的是圈子外面一个不太起眼的人，他叫托马斯·爱迪生。爱迪生几乎不参加这种社交，他也不到处说自己认识谁，但他做了一件事，他持续创造价值，他不断发明，不断改进，不断解决实际问题。结果是什么？那些曾经互相炫耀人脉的人，最后都排队想认识他，因为爱迪生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中心，而不是某个价值的连接点。这个逻辑到今天都没有变过。真正聪明的人深谙一个道理：你的人脉是你价值的结果，而不是你价值的来源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本身足够优秀，足够有价值，那些顶级的人会主动靠近你，你根本不需要到处宣扬。而如果你本身没有什么独特的价值，就算你真的认识一两个大人物，那些连接也不会持久，因为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，这不是冷血，这是规律。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心理学原理在这里起作用。心理学家亚当·格兰特把人分成3类：给予者、索取者和匹配者。他发现，长期来看，真正活得最好、人脉最广、事业最成功的，往往是那些给予者，就是那些专注于创造价值、帮助别人的人。而那些热衷于展示人脉的人，往往是在用一种间接的方式索取。他们想用我认识谁来换取你对他们的好感和尊重。真正聪明的人不需要这样做，他们不说我认识某某某，他们直接帮你解决问题。当你的问题被解决了，他们的价值自然就显现出来了，而且这种价值是真实的、持久的，会在你心里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那些真正拥有顶级人脉的人，对于保护这些关系有一种本能的谨慎，因为他们明白，关系是一种隐私，是一种信任的体现。当你把某个人的名字当成你的社交资本随意使用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消耗那个关系，而不是在建立它。所以下一次，当你遇到一个不怎么提他认识谁，但每次你有需要，他总能帮上忙的人，请记住，那才是真正的人脉高手。现在我们已经聊了2件事了，财富和人脉，
这两样东西都是很外在的。那接下来这件可能会更靠近你自己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很多人每天都在无意识做的事情，那就是炫耀学识。你可能觉得炫耀学识好像没有炫富那么让人反感吧，但我想告诉你，它在人际关系里的破坏力可能比你想的要大得多。好，我们进入第3件事，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学识。我知道这一点很多人会觉得有点难理解，难道聪明的人不应该喜欢分享知识吗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分享知识和炫耀学识是2件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我来给你描述2个场景，你感受一下。场景1，你们一群朋友在聊一部历史剧，有人说错了一个历史细节，这时候其中一个人立刻打断，说不对不对，你这个说错了，其实是这样的。然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5分钟，中间还顺带提到他读过多少相关的书，去过多少相关的博物馆。场景2，同样的情况，另一个人轻轻说了一句，我之前看到过一个不太一样的说法，不知道对不对，你觉得呢？然后他引导大家一起讨论，最后大家都学到了东西，而且都觉得很开心。这2个场景，你更喜欢哪种人？答案显而易见，但你知道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吗？心理学家卡罗尔·德维克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，叫做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。固定型思维的人把知识当成一种静态的资产，一种需要展示和保护的东西，因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跟我知道多少紧密绑定在一起。一旦有人质疑他的知识，他感受到的不是学习的机会，而是对自我价值的威胁，所以他们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不断地展示自己知道多少，来维护那个脆弱的自我形象。而成长型思维的人把知识视为流动的、不断更新的东西，他们不在乎证明自己知道，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让大家都更清楚地理解这件事。这种根本性的出发点不同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。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研究可以支撑这个观点。心理学家托马斯·戈尔多维奇在研究知识错觉的时候发现，知道的越多的人，往往对自己的无知越有清醒的认识，这就是著名的邓宁克鲁格效应的反面。真正博学的人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更加敏感，他们在开口之前会先想到那些自己还不确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反而不会轻易以我最懂的姿态出现。而那些知道一点点就迫不及待要展示的人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还没有到达那个看见自己无知的境界。这个点特别值得你停下来想一想，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人，他说什么都是肯定句，永远没有可能，也许，我不太确定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那种人给你的感觉是他好厉害，还是他好累？大概率是后者。我讲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。我有一个做学术研究的朋友，是国内很顶尖的大学博士毕业。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聚会，聊到一个有点偏门的话题，关于某个古代文明的习俗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理解，其实都不太对。我那个朋友全程没有打断任何人，他只是安静地听着，偶尔点点头。后来有人问他的看法，他才很慢地说，我对这个领域了解的也不是很深，但我之前碰巧读过一篇相关的论文，里面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角度，你们听听看是不是合理。然后他用很短的话把核心信息讲清楚了。你知道那一刻大家是什么感觉吗？没有人觉得他在炫耀，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好舒服。他不但没有让任何人难堪，反而让整个对话变得更丰富了。这就是炫耀学识和分享知识最本质的区别。炫耀学识的人最终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笨，而分享知识的人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变聪明了。这两者之间差的不只是态度，差的是对知识本身的理解。真正聪明的人还明白一件事，知识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它，而在于你怎么用它。当一个人把精力放在炫耀学识上，他就是在把有限的认知资源用于一件低回报的事。而那些真正厉害的人，他们在用知识解决问题，在用知识创造连接，在用知识帮助别人成长，这才是知识真正的意义。好，我们已经讲了财富、人脉、学识，这3样东西看起来已经覆盖了很多人一辈子追求的目标了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接下来这件事才是真正区分高手和普通人的分水岭。因为这件事我们每个人都在做，而且我们几乎都以为它是美德。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点，也是我个人觉得最深刻的一点，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努力和痛苦。这个可能让你觉得有点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奋斗即正确的时代。你去翻翻社交媒体，满屏都是我昨天又熬夜到凌晨3点，我已经连续100天没有休息了，我为了这个目标牺牲了所有的娱乐时间。这类内容往往能获得大量的点赞和认可，因为它触发了人们对努力这件事深深的崇拜。但真正顶级的人不会这样炫耀自己的努力和痛苦。为什么？
我们先说努力。心理学家安德斯·埃里克森在研究刻意练习的时候，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发现：真正高水平的表演者往往看起来非常轻松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已经内化成了一种自动化的能力，不再需要消耗大量的意志力和注意力。他们的努力是高效的，有方向的，不是用蛮力撑出来的苦劳，而是用智慧打磨出来的功夫。当你需要不断展示自己有多努力的时候，你实际上是在用过程来换取认可，因为你对结果还没有信心。而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结果有充分的信心时，他不需要用努力来做背书，结果本身会说话。我不是说不应该努力，也不是说努力没有价值，而是说，当努力成为一种表演的时候，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，不仅仅是在别人眼中，更是在你自己的内心。心理学里有一个经典现象，叫做过度理由效应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人们把努力过度外化成一种需要他人认可的行为时，他们的内在动机会逐渐被外在动机取代。本来你是因为热爱一件事而全力投入，但当你开始习惯性的从别人对你努力的赞美中获得满足感时，热爱就慢慢退场了。你的动力来源从内部转移到了外部，而外部的掌声是不稳定的。今天有人给你点赞，明天可能就没有了。一旦掌声消失，动力也跟着崩塌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自媒体上晒了一段时间打卡努力之后，反而更容易放弃，因为他们训练了自己的大脑去寻求外部认可，而不是内部的成就感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再说痛苦，炫耀痛苦，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隐秘的一种社会行为。它不像炫耀财富那么直接，但它同样是一种向外界寻求认可和关注的方式。我好累，我太难了，你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这类表达背后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情感需求，需要被看见，需要被理解，需要被心疼。这完全可以理解，这是人类的本能。但真正聪明的人对这种需求有更清醒的认识，也有更健康的处理方式。心理学家埃米·莫兰在研究心理韧性的时候，发现那些真正在逆境中屹立不倒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痛苦作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。他们经历痛苦，处理痛苦，然后从痛苦中走出来，但他们不会把我受了多少苦变成一张长期展示的名片。因为当一个人持续展示自己的痛苦时，他实际上是在强化那个痛苦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大脑有一种叫做神经可塑性的特质，你思考什么，你就强化什么，你的神经回路就会往那个方向生长。当你不断讲述自己有多痛苦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就会不断强化那条我是一个受苦的人的神经回路，而这条回路一旦成型，它就会成为你看待自己、看待世界的默认滤镜。你不再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人，你变成了一个被痛苦定义的人。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代价。我讲一个历史故事。二战期间，维克多·弗兰克尔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。他在那个极端环境里观察到一个现象，同样是身处地狱，有些人最终崩溃、放弃、死去，而有些人却能活下来，甚至在那种环境里保持内心的自由。弗兰克尔后来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。他在书里说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：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，在那个空间里藏着我们的自由和力量。什么意思呢？痛苦来了，你没办法控制，但你可以选择怎么回应这个痛苦。你可以选择把它变成你身份的标签，到处告诉别人你有多惨。你也可以选择把它转化成洞察力，转化成同理心，转化成向前走的动力。真正聪明的人处理痛苦的方式不是压制，也不是炫耀，而是转化。他们允许自己感受痛苦，但他们不会在每一次社交里都把痛苦拿出来消费，因为那不是在疗愈，那是在重复受伤。说到这里，我想稍微停下来，跟你说一些不太一样的话。你可能会想，那我是不是什么都不应该说？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成就、所有的努力、所有的情感都藏起来？不是的，完全不是的。我想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你，分享和炫耀是两种本质不同的行为，而区分它们的关键是你的出发点。分享是你获得了一些真实的体验、真实的洞见，你想要把它传递给别人，希望它对别人有用，希望它引发一些真实的对话和连接。这种分享是流动的，是有呼吸感的，是双向的。炫耀是你需要通过向别人展示某件事来获得一种自我确认，一种我比你好，或者你应该认可我的感受。这种炫耀是单向的，是索取性的，是封闭的。一个人当众分享他克服困难的心得，和一个人反复强调他吃了多少苦，表面上看很像，但你只要认真感受一下，就能感觉到那种根本性的不同。所以问题不是说不说，问题是为什么说。当你的出发点是真实的连接，是真实的贡献，你说什么都有光。
当你的出发点是寻求认可，是填补内心的空洞，再低调的话语也会让人感觉不自在。我再说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。我有一个做心理咨询师的朋友，他每天要听很多人的痛苦。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，你每天听这么多负面情绪，你不累吗？他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，他说，痛苦这件事最奇妙的地方在于，当你试图把它藏起来的时候，它会变得无比巨大，但当你愿意正视它、拆解它、理解它的时候，它就会慢慢缩小。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面旗帜，到处挥舞，它就会长在你的脸上，再也摘不下来。这段话我一直记到现在。所以你看，那些真正聪明的人，他们不是没有努力过，不是没有痛苦过，他们只是选择了一种更聪明的方式跟努力和痛苦相处。他们把努力藏进过程里，把痛苦转化成力量，他们不欠任何人一个解释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4件事串起来看一眼：财富、人脉、学识、努力和痛苦。这4件事几乎覆盖了一个人一辈子最在意的东西。而真正聪明的人在这4件事上选择了沉默。他们不炫耀财富，因为他们知道人心的价值远超金钱，而炫耀只会让人心离得更远。他们不炫耀人脉，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价值才是最真实的资本，关系是价值的自然结果。他们不炫耀学识，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知比对自己的知道有更清醒的认识。知识对他们来说是服务于人的工具，而不是彰显优越的武器。他们不炫耀努力和痛苦，因为他们把有限的精力用在真实的成长上，而不是用在管理别人对他们的印象上。这4件事加在一起，指向的是同一个底层真相。真正的聪明不是一种表演，而是一种内在的充盈。当一个人真正充盈的时候，他不需要向外界借光，因为他自己就在发光。我最后想送给你一句话，你不需要让所有人看见你有多好，你只需要让对的人感受到你有多真实，因为真实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、最有力量的东西。如果你今天听到这里，心里有一点点被触动，甚至有一点点不安，因为你发现自己有时候也会炫耀那4件事，请你不要急着自责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是人性本身的问题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设计成需要被看见、被认可的生物，这种需求根植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，可以追溯到人类还生活在部落时代的几万年前。那时候，被群体看见和认可意味着生存，被忽视和排斥意味着死亡。所以这种对认可的渴望是真实的，是正当的，是无可指责的。那些顶级的人之所以不去炫耀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需求，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满足这种需求的更有效的方式。不是通过展示，而是通过真实的创造和连接。这是一种能力，是可以学习的，是可以被培养的，但它需要时间，需要精力，需要你一次次在内心深处和那个渴望被认可的自己坦诚相见。如果你愿意，我想邀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。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不声不响却非常厉害的人？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过那种突然意识到不需要再证明什么的瞬间？我想在评论区看到你的故事，因为每一段真实的经历都有它独特的重量，而你的分享可能正好是另一个人今天最需要听到的东西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也请你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个你觉得够真实的朋友，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因为好的东西值得流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